心灵是我们的作家，生活是心灵的舞台，探索心灵的无穷力量，让智慧与爱充满能量。大家好，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周都会定期更新，希望影片的内容你会喜欢。在生活上，我们内心总有种声音存在着，别人有的时候我也想要有，当别人没有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这在心灵表现上让自己更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当这种状态处在爱情领域里时，我们的内心总是怀着无限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源自于我们对于爱情的向往，渴望有一个特别的人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分享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喜悦和遭遇的困难，并渴望共同经营一段美好的恋情，即使是面对一段可能相处起来不怎么好的恋情，还是会在内心尽量的告诉自己，虽然目前是这样子，但还是期待着未来的美好可能性。我们知道在这段恋情中或许会受伤、心碎，甚至感到失望，但同时也有机会获得爱与幸福。这种心态会使我们愿意停留在这段感情里，而不想跨出去一步去做改变。有时候只是因为心理上的因素，害怕有可能遇不到比现在更好的人，甚至还可能遇到更差的人，以至于让自己驻足在原地，守着这段未来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的关系。内心明知道是这样，但总有个声音告诉自己，有总比没有好。其实这未必就是对感情充满希望，而是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失败。裹足不前可能会导致错过遇见更多更好的人。适时停下脚步，检视一下自己当前的这段关系，是不是你所想要的？如果不是，那你应该怎么做会对你自己比较好？好好从心灵上去理清楚，答案一定会在你想通的那一刻慢慢的浮现出来。在爱情上，不想分手的原因有很多种，当然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复杂情感关系，但不外乎脱离不了这两种原因。你是因为还在乎对方而不愿意放手，还是因为付出太多的时间和感情在里面而不甘心就此放手？很多人都面临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心灵上矛盾的状态。当两个人在一段关系中，从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慢慢升温到熟识相爱，建立出一份深厚的感情，彼此都为这份感情相互付出、尊重、理解，随着相处时间越久，对对方的关心和重视只会越来越加重。当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在与伴侣建立共同的生活点滴时，这些都是往后能够拿出来回忆的美好。所以当面临有分手念头时，也可能因为这份在乎感，让自己努力的想保留住这段已经变质的恋情。另外一种不想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不甘心。即使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们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你又不肯放手，放掉这段感情。其实你内心比谁都清楚，过往两个人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和那些付出了很多的真感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现在就要你把它给结束掉，我能理解，这是一件非常难做决定的事情，不忍心放弃这些回忆。也有人可能因为害怕面对孤独而不愿分手，即便关系已经处在随时崩溃的临界点上，心灵上仍然想基友，维持现状来避免孤独的生活。毕竟拥有伴侣久了，分手意味着重新适应一个人的全新生活，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会害怕面对这种改变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关系。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可曾想过，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而这样的关系就算维持住了，未来的你们会幸福吗？在爱情路上，我们所追求的感情关系，是期盼能够带来激情、快乐、幸福和安全感。当我们在经历爱情时，这些对我们心灵上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动力来源。爱可以使我们内心感到温暖、被接纳和被在乎，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与伴侣之间的情感交流，互相理解对方的想法，创造出亲密且有共鸣的双方关系。在爱情上，只要有爱就够了吗？我想或许还不太够。恋情的维系其实需要很多的元素和努力来支持和维护的。一段良好的感情关系，如果想要维持长久，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未来目标上。如果只是单纯有爱，
那可能无法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毕竟生活里的大小事总是存在着许多的考验在里面，等待两人用智慧共同携手去解决。如果在价值观和未来目标上存在着极大不同的看法意见时，恋情很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这对于两人关系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与伴侣相处时，需要了解彼此在这方面是否能够相容，才能够确保能一起共同成长和前进。好的恋情还包含了彼此之间的包容与容忍，以及心灵层面上的东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个性和生活方式，但在恋情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并尊重彼此的差异。有时候不同观点可以拿出来讨论，适当的妥协也是维持良好伴侣关系的重要一环。为自己努力其实也是为对方努力住。爱不只是爱，还需要彼此间的信任和尊重。如果恋情中缺乏了信任，相互间就存在着猜疑和怀疑，很容易会破坏掉这段得来不易的关系。同样的，如果没有得到相互的尊重，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平等，而且爱情中难免会出现分歧、矛盾和困难，这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些问题可能是长时间下来所累积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讨论的。在恋情里的每个人都要学会如何去做有效沟通，倾听对方的观点，并寻找共同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稳固且充满爱的恋情，为彼此带来幸福和成长。每段恋爱关系都有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是没有结果的恋情，所以也一定会有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一段恋情的结束，常常会感到难过、心碎和痛苦，这是人很正常的情绪反应。我们需要给予自己有更多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这些情感。在面对伤痛的同时，其实我们也能够从中去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进而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对于未来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一段关系的结束可以让自己更加了解到自己在心灵上或是内在里的需求，利用这种反思过去的交往经验，可以让自己好好重新再思考自己在恋爱关系中所重视的对方特点是什么，如何调整自己的内外在才能更容易遇到合适的人。这时我们可以开始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我期待的双方关系特质又是什么？这样的自问自答反思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确了解自己对于爱情的期望和渴望。爱情不应该是建立在一种总让自己处处妥协和委曲求全的状态下，而是让双方关系都能在一个平衡点上，能保有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彼此支持和共同成长的伴侣，而不是相互成为束缚。立足在这点的基础上，我们在爱情的选择上会变得更加谨慎和明智，思考自己在关系中的盲点和不足之处，并努力提升自己，不再盲目的追求一段关系，而是更加坚定的追求那些符合我们价值观、目标和需求的对象。恋情结束其实是一种重新面对生活的机会，有时候我会把它称为重生。尽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疗伤，但可以藉由恢复单身来好好的面对自己。这段期间可以使我们能够适应单身生活，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并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让自己更有时间好好去思考未来想要的对象和关系是什么，如何透过上一段或过往所经历的事，学习到更多两性关系间的相处和磨合。你有可能从中发现到你所期待的新一段恋情，理想伴侣的雏形已经慢慢成型。只要你还相信爱情，那它就会存在。你要相信那个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好了，到了影片的最后，今天跟你们谈论和分享的主题就到这。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觉得影片内容有帮助到你，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次见。